这是一辆骨架已经处理好的法拉利，此刻强子正在激动地试车。要说能修复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可真是花了他不少心思。就说这个重新定制的车头架，光是快递就足足等了1个月才到货。此刻他激动地拆着快递，里面是一些铝合金的架子，看起来很不错，但是我总觉得不太结实，而且上面的焊缝很粗糙，不过也总比买不到的强。接着强子拿着衡量到前面对比，这个接口非常的平整，但对接上去却有点不太稳，这是因为车架部分没有处理好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来到工具店买了新的打磨用品，一个小磨盘和转接板，这些可以用来磨平焊缝，让车架看起来更美观。回去之后，强子先不打算开始工作，因为之前拆下来的安全气囊罩是破损的，他这里没有修复能力，所以在开始之前要把它们送到专业的修理店。虽然这些零件都是坏的，但是强子还是很小心地把它们包了起来。在等待修复的同时，他来到车库开始处理车架。俗话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强子给打磨机接上砂盘，然后对着车头一点点的打磨。初步完成后，拿着钢管进行比对，看起来非常合适，没有出现倾斜的现象。有了处理一边的经验后，强子顺手把另一侧的给打磨了。完成后，把钢管放上去，拧紧上面的铆钉进行加固。接着他把三脚架进行打磨，然后拿出心爱的小焊机，一番操作下来就把它焊了上去。可别小看了这个三脚架，它是固定后面钢管的关键，安装的角度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倾斜，不然整辆车完成后都会是歪的。这一侧完成后，强子继续完善剩下的一部分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，2个主要的钢管都完成了。为了测试是否牢固，强子还大力的压了压。虽然还没有进行下一步的焊接，但光是铆钉就可以保证坚固。下面强子又拿来一个衡量，他和同伴一起作业，很容易的就装了上去，效果非常的不错，水平仪也没有出现异常。现在这辆法拉利的前骨架已经搭建完成，接下来强子要开始慢慢的完善。原本扭曲的车架上还有一些可以回收利用的零件，所以要把它们都拆下来，转移到新的钢管上。好在2部分的型号匹配，不然强子的麻烦就大了。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安装，基本的东西做好后，强子开始用焊机进行加固，上面的所有接口都要焊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坚固。他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，等到车架冷却了之后，还亲自站上去测试，这还是他运气好。要是车架再掉下来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现在主体已经完成，为了找到更多的法拉利零件，强子又做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。眼前是一辆拼接色的法拉利458，别看它外表很酷，但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，车头内部空空如也。之前为了让它看起来美观一点，强子把机盖等套件都装了上去，现在为了继续修理，他还得再麻烦一遍重新拆了。要我说真是没事找事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原本的车架就全部暴露出来，强子又把轮胎拆掉，接着来到车子侧面，把上面的碳纤维背板撬下来。别看它只是一块板子，价格可是非常的昂贵，而且很难找到代替的零件，所以暂时拆下来是很好的选择。一般像这种级别的跑车，好像都有这种独特的装饰。我记得强子之前修复的兰博基尼也出现了这个东西，当时他也是做了相同的处理。取出这块之后，强子又拆掉了侧裙，因为侧裙的顶端和挡泥板是相连的，只有先拆掉这个，才能取出原本的挡泥板。拆掉之后，强子去查看情况，这才发现自己失算了。这个地方在出厂的时候就被厂家焊在一起了。为了下一步能继续进行，强子只好拿出切割机，切开之后才取下了挡泥板。接着他在另一侧重复这个操作，两边的零件就都被拿了下来。下面他要安装散热器支架，他先用工具在上面钻孔，然后再对应位置用铆钉加固，接着把接口处焊接并打磨，最后把散热器的支架固定上去。完成之后又拿水平仪比对，千万不能有一丝倾斜，不然会影响车子的整体美观。由于两侧是对称的，所以另一边重复操作就行了。经过一天的忙活，外面天也黑了，强子回去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就又赶来修复，因为车上的支架已经完成，所以接下来就可以装车身套件了。他把一侧的挡泥板装了上去，又在另一边重复了相同的操作。完成这些后，强子把机盖的铰链装了上去。这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的颜色和车身完全不同，是一个亮眼的红色。不仅如此，前机盖也是红色的。其实这是强子买的二手零件，这次他可学精了，没有直接再买零件车，这样能剩下很大一笔钱。这些都完成后，他对散热器的支架进行最后的加固，把所有的接口进行焊接，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车子的骨架方面完成后，强子开始装配零件。首先就是2个车灯，这车灯就像人的眼睛一般，装上去之后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完成后再把前脸套上去，车头外观部分就算修复完成了。不过我觉得不应该高兴太早，因为内部的电线还是一团糟，散热器也没有放到规定的位置。他这么着急处理外观，到时候修理内部会很麻烦。这是一辆红白拼接的法拉利458，
此刻强子正开着它狂飙，虽然现在车子修复已经接近尾声，但之前的改装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强子计划给支架上漆，现在他正在商店买油漆，由于车架一般都隐藏在里面，正常情况下也看不到，所以强子就随便选了几瓶很普通的油漆。买完之后，他回到车库里，把法拉利上面的车身套件都拿下来，对车架进行简单的打磨，完成后就可以喷漆了。在开始喷漆之前，为了防止颜色混杂到车上，强子用一个大塑料布覆盖到上面，然后用胶带进行固定，只把前端的支架暴露出来。做完这些他还是不放心，于是就把车库里其他2辆车也开了出去。不得不说强子的车是真多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现在车库里只剩下这辆法拉利458，他戴上面具之后就开始喷漆。最先喷的是一层卡其色底漆，等到快风干的时候，强子换上了纯白色的漆，均匀的喷到了车架上。完成后他撕掉塑料膜，和原车的颜色进行对比，可以看出两者还是有些差异的。可能车架上的油漆比较新，所以看起来更白一些，不过这些都无伤大雅。在等待风干的时候，强子去拆了快递，里面是一个新的散热器，他情不自禁地闻了一下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，每次买到新的东西就想先闻一下。拿到新零件后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安装，因为里面的线路太复杂，稍不注意就会接错，所以强子又开来一辆法拉利，打算把2辆车的线路进行比对，然后一步步连接，这样就不会出错，同时也避免了很多麻烦。他和同伴先把凌乱的电线简单捋一下，接着强子不停穿梭在2辆法拉利之间，进行着对比和调整。经过1个小时的忙碌，总算是接好线路。接着他顺便还把里面的防冻液都放了出来，现在里面看起来整齐多了。接下来强子要开始装散热。这个只是散热的一部分，车头的另一侧还有一个。强子按照同样的手法把这部分也安装好了。现在内部的建设基本完成，他要进行一些测试，下面要把车灯装上去。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，说明连接的线路没问题。完成后，强子坐进车里，开启了车灯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左侧的灯虽然亮了，但是一闪一闪的，右侧的情况则更差，基本上不亮。因为车灯是之前花大价钱买的新的，不可能出问题，所以强子推测应该是线路接触不良，或者内部出了问题。他把驾驶座下面的挡板拆开，然后取出了一个小元件，发现它已经被烧坏了。这种小东西虽然不贵，但是一旦出问题就很严重。好在强子有很多备用的，于是就拿出一个换了上去。这次两边的大灯成功启动，不过由于是白天，所以效果不是那么明显。现在前脸部分大致处理完成，强子来到车尾，换上了一个红色的后杠，然后把轮胎都装上去，打算上路试车。不过我们都知道强子有洁癖，所以并没有直接上街，而是先开到院子里进行了一番清洗，冲刷了好几遍之后，拿着抹布把车身擦干。现在车子看起来焕然一新。接着他坐进车内并打开了敞篷，和搭档一起上路了。有一辆法拉利绝对是男人的梦想，当大多数人被他高昂的价格劝退，但强子一人就拥有2辆，虽然都是出过事故的，不过他的修复进度还是很快的。法拉利的外部已经处理完成，接着强子要开始处理内饰。由于安全气囊这种东西不好买，所以强子使出了自己的绝招，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。他要把另外一辆法拉利上面的安全气囊取出来。话说强子可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，不过我觉得这次的成本有点高，因为这辆红色的法拉利成色比白色的好多了，把好车的零件拆到坏车上，让我很难理解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强子就只把方向盘上面的拆了下来。接着他来到副驾，把上面的零件都拆掉，然后取出了一个基本全新的安全气囊。为了防止这辆车的零件丢失，他又把套件都装了上去。不得不说，强子真是个讲究人，懂得有始有终。接着他来到那辆法拉利458车内，开始安装新零件。完成后，里面确实焕然一新，功能也恢复了正常。这部分的问题解决后，强子要把车内的椅子拆出来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进行修复，顺便把车内的垃圾清理出来。毕竟像强子这种清洁狂，难以忍受里面有任何垃圾。拿出椅子后，里面的空间一下子就大了起来，很方便后续的处理。他用吸尘器对里面进行清扫，然后和搭档一起拿毛巾进行擦拭，任何角落都不放过。当把里面清理干净后，内部底盘上的瑕疵也暴露出来，有一些螺丝已经松脱了，如果不处理放任发展，到后面会很严重。好在他发现的早，在安装椅子的时候顺手就给拧紧了。现在内饰方面也完成了，强子决定把重心转移到车身套件方面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
一开始强子买到这辆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车尾也出现了小擦碰，而且有些地方也无法对齐。要是说车尾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，那么说不定修起来还很方便。但让强子感到倒霉的是，这辆车的后面偏偏都是些小毛病，修起来根本没有思路。所以强子也不啰嗦，直接重新定制了一套。现在他正在拆快递，里面有一个新的碳纤维尾翼，他把尾翼放在上面比对，发现贴合的非常好。但这还没完，里面还有一个碳纤维的后杠，和尾翼是一套的，下面还有2组风刀，看起来非常有攻击性。这让强子两人很激动，迫不及待的就要装上去试试。他们先把车子架起来，然后把轮胎都拆掉，接着拧掉后杠的螺丝，把它取了下来，拿着新的碳纤维后杠放上去比对，尺寸合适后，强子要对套件进行微调。因为在刚才的比对过程中，他发现套件上有一个小裂缝，必须进行一些修补。强子拿出自己的小工具，然后一阵切削修补，完成后再把上面的漆磨掉。看得出来他处理得非常认真，现在表面非常的光滑。下面他要开始进行喷漆处理，开始前照例是先打磨，然后用东西把其他地方包起来，防止新漆和老漆混合。强子先喷上了底漆，等到风干后再进行一次打磨。不过弄完之后并没有选择上漆，而是打算留着最后再处理。